战关键时刻，现在我们台湾的邦交国又要变多了吗？你看到彭博怎么说？他说台湾有望在洪都拉斯的选举当中罕见击败北京。这一次亲台派的好，现在票数也慢慢起来了，现在很有可能就直接把亲中派给 KO 掉。来中国，你根本就是一个不守信用人，你开错支票，你完完全全都是骗人的。就是因为你骗人，今天你的苦头吃到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输给台湾，因为一切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而不单单只有这样。当日本的歌手大龟真希到了台上去演唱，下面人这么多，他唱到一半的时候，天哪，这画面竟然出现了，完全把电给断掉了，全部变成黑的。就因为你一句话，你完全把你契约精神完全都丢掉了。所以这件事情，连中国的风向机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他直接讲得非常非常白。他说：“你怎么会演员唱到一半将其阻止，当众把演员轰下台？他认为什么？就这两个字，过了。”就是过了，太超过了。刚才赵总讲到国际信任自己毁掉，为什么？因为你说话不算话。好，说话不算话来说哈，我们就讲洪都拉斯。目前为止正在开票中间的洪都拉斯，你看这个国际媒体罕见的 Taiwan eyes on a real victory over Beijing in Honduras election， 就是台湾罕见的有机会在很少见的这个胜利里面来说赢得北京，那甚至就是在洪都拉斯的这个选举，目前为止是挑战者获胜。那这两个挑战者呢，都是说我们要跟台湾建交，对，所以看起来的话，北京亲台派，对，很有可能北京在这一局的这个洪都拉斯选举里面，它有可能会失败。好，另外一个是什么？这几天大家更是注意的一个，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就是中国怎么羞辱这个所谓日本的歌手，包括说像一个大龟真希，他是唱这个所谓《海贼王》的这个片尾曲哦，对，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整个这个灯关了，然后麦克风也没电了，就有人上来把他请下台。这画面太难看。对，没错，大家想说怎么回事？你不是唱到一半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另外一个傻了，他看人都傻了，你在干什么？当然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另外是什么？日本的天后滨崎步啊，他原本要演唱会呢，后来就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呢，这个观众都不能够到场。对，不能到场之后，他自己一个人唱了一个14000个位置都是空的一个演唱会，就连一向的这个号称是中国风向最准的这个胡锡进，他说什么？任何对日的行动必须要掌握尺度，而且稳健执行。演员唱到一半，把他阻止，当众把演员轰下台。首先就让人觉得是对演员个人的不尊重，过了嘛？对，这样很容易给外界攻击我们对日本的这个制裁提供口实嘛？你说你真的是过头嘛？胡锡进又在干嘛？他在踩刹车。对，没错。不要再闹下去，这太难看了。上次已经讲过，不要过头，会有低级红、高级黑的事情发生。现在果然是这样。那你说这样的事情，照了这个大龟真希在这个舞台上面，现在已经这个影片都在全世界看了，对，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你中国在搞什么？你怎么有必要这个样子？还有这个滨崎步这个事情，你看现在台湾都要欢迎滨崎步来台湾开演唱会，这反正是反效果啊，所以导致什么？你看最新的这礼拜的这个最新民调。高市早苗民调现在75%，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你这样做根本没有达到你原本的这个结果嘛，反而是呢丢掉洪都拉斯，让日本人现在团结起来。所以来说，这个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丢掉了这个整个，因为你的不守信用的这个状况，导致你整个国际信用也完全丢掉一个情形。石总，现在洪都拉斯真的是要变天了吗？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点这样开了大概44%，对，我想说哇，很激烈啊！你看到现在。执政党部分19.42，对，没错。我说，那应该其他人应该非常非常急，没有哦，第一个跟第二个人家遥遥领先，一个40.39，一个39.20，对，这也差太多，这代表洪都拉斯的选民他也怒了，对，他说你之前开这么多支票出来，结果我到底得到些什么？后来才发现不是白瞎这么简单，原来你中国从头到尾。你根本就失去信任，根本是个骗子。对，没错。这个选举开出来的话，跟整个最后的这个出口民调有点不太一样。这原本一个这个恶意的这个澳洲籍的媒体呢，他 po 了一个 在 X 平台 po 了一个民调，他是说针对他们 POHN 的这个机构做了一个民调做了个民调。民调里面来说，是蒙卡达他是领先的啦，对。然后第二位这个拉斯鲁拉来说他是第二位，民调第二。然后第二阿斯拉夫拉他是第三，所以看起来民调看起来的话，执政党的这个蒙卡达有可能获胜。
那执政蒙卡达就是他目前是卡斯楚目前现任总统他提名的人嘛，他们主要就是要延长跟这个目前为止延续这个现任政府的政策，要加强跟中国的关系。那另外2个呢，包括说像阿斯夫拉，他说什么？他就说他主张呢，中国要跟这个主张洪都拉斯跟中国断交，要恢复跟台湾的邦交。赞的啦。对，那他也是川普支持人，川普也在这个平台上面发表支持他嘛。好，另外一个这个纳斯鲁拉，他说什么？声称中国没有给洪都拉斯任何东西，而他自己是美国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会跟台湾恢复邦交。对，所以呢，这2个人呢都是主张跟台湾恢复邦交。蒙卡达是认为说，我们要继续维持跟这个中国的关系，所以看起来的话是4比4比2的一个目前为止的这个状况。看起来的话，他们2个无论谁当选呢，都有可能会改变到这个目前为止对中国的立场跟台湾的立场，所以才说为什么这个布伦伯尔会说台湾是不是赢得了一个北京的这个选举的一个状况？世忠，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看起来，我们刚刚特别看哦，出口民调上面亲中的蒙卡达38.06，民调跟现在这个也差太多。是，我的天，不要忘记我们刚刚看到什么，这个所谓的大规珍惜跟兵棋部的事情。对，当你中国在越嗨的时候，全世界怎么看你？是，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难道真的会有影响吗？当影片出来之后，洪都拉斯的选民也醒了。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洪都拉斯真的这个，我觉得选民他已经慢慢在这个觉醒之中。为什么？第一个，你看呢、我们已经报道过非常多次。过去洪都拉斯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白虾，我们都进口它的白虾来，对吧？就不想因为断交，那我们干嘛买洪都拉斯的白虾？当然不买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目前为止来说，2023年出口量大概是3.7万公吨，总价值是2.75亿美金。但因为断交之后，现在你看，2025年的出口量只剩下8109公吨，从3.7万，对，到不到8000啊，到8000。这降幅非常非常大。对，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中国承诺说啊，你跟我建交，我来买，我们中国吃更多这个白虾，就没想到没有之后，他们很多厂商倒闭。你看，因为跟台湾断交，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有部分的企业倒闭，引发失业的这个风险。台湾才是最佳的贸易伙伴，这是他们的私人企业的这个前主席，他就说了，他说，而且他们还坑中洪建交被坑的一个惨况。他说什么？中洪建交来这个4个字。彻底失败，对，有够烂的，对，没错。那你看呢、他们的这个台湾这个洪都拉斯的白虾失去台湾市场，导致数十家的企业倒闭。然后根据洪都拉斯的水产养殖协会说，自从断绝跟台湾的关系，还有跟中国建交以来，洪国的虾类出口锐减67%，收入暴跌78%。对，所以简单来说嘛，因为中国也有便宜的白虾，我干嘛吃你洪都拉斯的白虾？好，另外是什么？他们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当然中国不是只有这个要买白虾嘛，他还有给你什么？他说啊，我们台湾过去每一年给洪都拉斯60到70名的奖学金。那北京来说的话，你看从2023年来说，只有27个奖学金。所以洪都拉斯就说，你这个政府呢，不是有承诺说中国也会补助这个奖学金吗？没有。所以你看教育的承诺也跳票。另外一个，我就讲。洪都拉斯，他们就说，我们东西要卖到这个中国去。但是赵尔，我问你，到底是洪都拉斯卖到中国多，还是中国卖到洪都拉斯多？当然是中国卖到洪都拉斯多嘛。所以导致什么？他们有60家左右的这个传统零售商，他们中国就大举的进来，就倒闭啊。你看啊，洪都拉斯大量，你看很多中国的商店就开幕了，中国人就来这边开啊。他们的资本比你多啊。来洪都拉斯卷，对啊，卷好，然后他们你看开幕的时候还会送什么？折价券呐，就是这一招。对啊，然后这个中国制的商品大举进入洪都拉斯之后，你看对洪都拉斯当然形成个掠夺势嘛，也太多东西了吧？所以你看洪都拉斯的零售倒闭的时候，就很多人会失业。然后中国的商店来之后，当然就侵蚀到洪都拉斯的这个。然后呢，你这个白虾你又不吃，就导致倒成一片。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就讲，原本的出口民调是原本的这个蒙卡罗领先，到现在开出来的话是他票开不出来。所以显见呢，民心思想已经不一样了。当然不是表面上说，哎呀，你这个卡斯楚做得很好啊，没有，他们现在真的就是希望有不一样的变化。当然了，很多人是因为可能川普也有很大力量在支持这个阿斯夫啦，这都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因为你说话不算话嘛，你骗了洪都拉斯所有的民众，你的契约承诺完全毁。我就跟他讲，其实大家呢交往就是国际上的交往，或是人与人的交往。最看重是什么？信任。对，你要有信任。对，而且在商业上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契约精神。
我们怎么样写的，你就照那个走。是，如果没有走那个走，你要赔我钱。是，哪有你一方说我不要就不要？对，所以也就是说呢，现在洪都拉斯的经营会让什么？未来很多可能要跟中国往来的国家，他就会想，你中国的承诺到底会不会成真？对，我跟他讲啦，最简单的，连川普跟习近平的承诺，以前签的合约，习近平有真的执行过吗？当然没有嘛，大豆根本没买。对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当时跟胡锦涛怎么承诺？他最好可以把他嫁出去。所以这种行为，我就跟你讲，这种行为大家不会喜欢，大家只会越来越讨厌。好，洪都拉斯觉醒之后，这几天呢，我相信很多日本人，为什么现在很多日本人会挺高市早苗？他们也看不下去嘛。你看这个大龟珍惜，他讲，他出席这个日本游戏的万代南梦宫，我不知道他很有名的游戏公司嘛，海贼王的片尾曲唱的时候，大家都想到我可以听到海贼王的这个片尾曲，大家很多人开始了，回忆都起来了。就被他唱了一半之后，更进入高潮之后，安妮娜，这个大龟真你不唱啦，而且不止他不唱，整个灯都关了，然后就有人上来跟他讲，然后想他完全很惊讶了，然后就把他请走了，两个工作人员把他请走，他的脸真的是傻了，他说我这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烂事。赵尔，你不觉得这个跟当年请走胡锦涛有什么两样？他连麦都抢了。对啊，跟架走胡锦涛有什么两样？这不是一样的画面吗？这个人家只是个歌手，你们唱，现在马上就有人把这个图 P 上去了。他们不是一样？你看，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这个真的一模一样，就给他架走的，就是一模一样区别。所以人家就只有说嘛，那不是一模一样吗？当年你羞辱胡锦涛，现在你羞辱大龟，那你要羞辱大龟的时候，其实你也是羞辱整个日本人嘛。你说日本，我就想，现在其实高市长嘛支持最强的是谁？就是日本年轻人。每天看这个画面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怎么想？好，我就讲，除了这个大龟被按照这样的这个羞辱之外，也是羞辱日本人之外，另外还是谁？滨崎步。滨崎步不是吗？他原本在11月28在上海举行演唱会啊，就没想因为非不能抗力的原因，然后就不能够举行，取消。然后滨崎步就说没关系，你们这个所有来宾所有观众不能来，我照唱。他还是一样，他坚持还是把它唱了。你看，他释出的影片哦，你看这影片，你看网络微博流传哦，他在空无一人，这里面旁边都没有位置，只有他一个人在这舞台当中，对，没错，这边其他人都没有。是。这是等于什么？一种无声的抗议。你不让我唱没关系，我还是唱。对，我把我的事情给做好的人。你仔细看哦，他影片里面说很多那个舞群呢也是很卖力的跳舞啊，然后包括说像他的乐手啦，还有舞者，大家都很开心。然后他们后来还传了这样的合照，一起完成这样。然后他又说什么？这是我一生中间最难忘的表演，当然非常难忘，因为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好，他又说什么？他说：“虽然有14000个空位，但我来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浓浓厚爱，这是我最难忘的演出之一。好，那我由衷感谢200位的中国还有工作人员这样一个状况。好，感谢这个他说了什么？世界各地。对，赵和你知道吗？因为我讲滨崎步原本就是顶多是亚洲的这个天后。”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都知道这件事，都在知道这件事情，这么离谱的事情，大家都在看这个，反而让他的点阅怎么完全暴增一个状况。那尤其你看，他释出很多影片啊，这影片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在扫这个最后要扫这个花池这样的，对，纸花这样下来的时候，你看还是很绚烂的舞台，旁边真的都没有任何人。大家觉得这是什么？然后大家现在就开始称赞滨崎步，你果然是有敬业精神，坚持要唱到最后。好。那我跟他讲，你看他现在他事后在发什么？他事后在发这个，你看这是滨崎步的他的这个平台上面，滨崎步的 IG 竟然在转发台湾的新闻，他连发约莫有3篇到4篇，1篇、2篇、3篇了，对，都是台湾。你看他发什么？演唱会被迫取消，观众全无，滨崎步仍站在舞台唱完全场，但是他的微博上面并没有更新，所以就是说他根本不想更新这个微博这样一个状况。那你想说滨崎步好欺负吗？没有嘛，不是有传言就是说你要唱话可以，你要这个谴责中国啊，谴责日本嘛，他不愿意啊。不管怎样，人家14岁就离开了这个福冈，然后自己展开表演事业，甚至他还为了挺以前是他的这个长官，后来把他挺成是他的变成了社长。人家是这样强硬的个性，他完全不屈服，他没有在鸟你的，所以你看他这样的动作弄下去之后，我就讲嘛，这个全世界都在看嘛，大家都没办法接受的一个状况嘛。好，那我跟他讲，我就说这个到底是会好到谁？我就讲，因为什么？因为会好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艺人是没差，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滨崎步演这个场地费啦，或者说他的这个机票，你都已经订好了，钱都付了，你搞不好从好都付了，那倒霉要谁？倒霉在来源中国的主办单位啊，因为日本厂商顶说日兴顶多是之后不来中国演出，少赚一点啊，但是主办单位莫名其妙亏损，压得喘不过气来，害惨自己人啊。宋哥，我们里面最关键的，你今天去弄了大龟真希，你弄了滨崎步之外，你动作也太多了。来，你看到上海这边最新通知，禁止唱日语歌曲，所有地下偶像，你强制唱中文歌。而且你漫展禁止日本角色，12月初开始全面实行，你真的要这样干下去吗？所以呢，朝鲜日报就有一个报道，他就说这个中国开始限制所谓的限日令嘛，对不对？之前他们这个韩国曾经被限韩令打过一波，现在变成是限日令的一个状况。当然了，韩国是有一点这个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啦。不过我就讲，那当然就有人就问这个中国外交部啊，就说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主办单位，这个上海的歌手被这个中断了，那怎么办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明啊？就他说什么？哎呀，基于这些社会性、商业性的活动的具体操作情形，这些还有原因来说，建议你向主办单位去了解。主办单位就把它撇得一干二净。等一下，你刚才讲最大的苦主肯定是中国的主办单位，是他已经很衰了。对，结果林健又说，这个问题你去问主办单位。是没错。太坏了吧！所以我就跟你讲，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制度之下嘛，没有人敢相信嘛。而且石头，你看为什么朝鲜日报特别写这一篇？他说这一群人刚一直推嘛，是他说什么要包装的是中国国民自发性的参与一样，是没错。你被看破手脚了啦！当然就是这样嘛。我就讲，中国官方一定都是他表面上他就说，我们这个禁止这样，他一定是大家都知道，是他们的我们的民族主义起来才会去抗日，跟我们中国政府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嘛，你敢不听中国政府的任何指示或者任何暗示吗？所以来说嘛，你搞到最后真的是你会搞到全面皆输的一个状况。体会，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现在对于高市过来说，已经到了第1个、第2个月完了，结果没想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民调还是非常高。因为你中国就是傻傻呆呆嘛，你完全把国际信任完全赔掉。你越弄日本这里，等于是什么？现在日本的整个团结力全部都起来，尤其高市除了这个所谓的民调之外，现在我没想到流行语竟然是用高市的话，工作。对，因为高市他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居高不下哈，为什么呢？从他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维持在70%以上。而现在来讲的话，他的支持度大概都是在75左右盘旋哦，所以其实高市早苗已经获得日本大多数民众的一个人心。事实上，对中国来讲是不利的哦。你看到上一次不是那个画面给大家看到了，好像日本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大洋洲局的局长，好像对中国的这个刘劲松，对这个司长好像很嚣张啊，双手直接插在里面呐，对，好像低声下气的样子哦。但是没想到让人家发现到，这位刘劲松呢，竟然跑到什么大连的这个日本企业去安抚那些日本企业，真的假的啦？对，他还问说，你们什么需要，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来等等之类的，甚至于说跟公司的负责人呢，竟然呢在离开的时候还互相拥抱。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哇塞，你前面不是给人家呛虾？表面上做了一事嘛，所以显然他们的身体是诚实的，也就是说，嘴巴虽然会打嘴炮没有错，但是事实上身体是诚实的，我还是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美国给中国卡脖子的情况之下，至少日本是一个可以提供中国相关科技方面、资讯科技的一个精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对，所以以前你看到中国高铁是从哪里学的？其实邓小平那时候去访问日本的时候，就希望学新干线的东西嘛。所以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日本它是一个模范。什么模范？在华人不是在东亚的这个社会当中来讲的话，可以是高科技化的。对，所以你看到现在日本它基本上有底气。那也就是发现到说，这个高市早苗为什么现在能够获得那个所谓的这个流行语大奖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唤起了日本在昭和时代的那一种所谓的
工作狂的精神。对啊，所以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高市早苗呢，可以在这个所谓的鸠山由纪夫之后，流行语竟然是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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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对，其他废话都不用讲，真的是要跟高市早苗一起拼，他一起飞的。是啊，废话都不用讲，你就是埋头苦干，就是至于工作，这种所谓的职人的精神、将功的精神。那现在呢，对高市早苗来讲的话，这一股势力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其实中国也在看。我认为，如果接下来高市早苗他民调居高不下的话，中国没有那么笨了，他也不会敢跟日本来这个相向。但是现在话说回来，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国家都已经在看到一个事情了。高市早苗因为是力挺台湾，对，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回到台湾的身边来了。洪都拉斯是一个事情，巴拿马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你看到巴拿马哦，记不记得川普一上台的时候就刁巴拿马？对，为什么呢？你跟中国太近了，所以现在把中国赶出去。对，现在运河全部都还给美国，美国在使用，美国在维护这个运河的畅通。那现在呢，巴拿马也派出这个国会议员团也到台湾来，这个里面有提到一点来了，对，然后跟我们的萧副总统见面的时候也提到一点说，愿意为推动台湾与巴拿马重建友谊付出心力。如果说今天来讲，这一句话，对不对？如果今天巴拿马发现到说，不对哦，我跟中国站在一起，好像政策上的错误。我今天来讲的话，或许哦，这背后也有川普的影子在里面哦，是希望巴拿马能够跟台湾发展友好关系哦。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 Rubio 他在就任之后首次出访中南美洲，他到了瓜地马拉，就称赞瓜地马拉说，因为你们跟台湾有邦交关系，对，所以我美国呢会大加力的投资，更加投资你这个瓜地马拉，所以可能中南美洲都已经闻到这个讯息啊。你看那个中国关系不好的国家，跟中国关系好的，然后现在川普准备修理他是谁？就是委内瑞拉，不是吗？然后现在来讲的话，洪都拉斯竞选的时候已经发现到说，白虾未来还是希望卖给台湾啊，所以洪都拉斯、巴拿马你看还有原本的瓜地马拉都要回来了，全部都回到台湾的身边的时候，这时候呢就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了嘛。那你不乖的，今天修理了委内瑞拉之后，到时候委内瑞拉扶植了，知道这几天来讲的话，美国的参议员呢也在提到一件事情哦，委内瑞拉你的总统马杜罗，如果你想要逃亡的话，赶快逃到俄国去，这个跟什么？跟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不是没两样吗？所以简单来讲的话，中南美洲有情势已经开始大转变，而这个情势转变，可能未来对我们台湾在中南美洲巩固邦交与拓展邦交是非常有利的。果真，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中国跟日本根本是什么口嫌体正直，中国战狼式很拽插口袋，他下一秒竟然跑去跟日商安抚秀秀，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也太奇怪了吧，对不对？你中国根本没办法把日本好好戒掉，只出一张嘴而已嘛。所以战狼外交是演给14亿中国人看的，抗日是工作，但是跟日本好好合作才是真正的生活。你也知道这一场会面呢，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跟日本经团联的同景异性见面，其实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真的假的？其实我还是很想跟你合作。那我们演完戏之后，包括刘劲松插着口袋之后，还是马上跑去大连去握日商嘛。所以他们约定就是明年，希望你们日本的经团联还是照样派代表团去嘛，合作还是要继续，包括日本志刚还有日本整个经团联，因为它是日本最大工商团体，所以相关的合作还是要继续进行，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需要日本。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10月5号，中国总理李强不是主持的出口博览会吗？对，这是习近平时代最重要一个会议。那他主持这个会议之后，还是照样讲说，希望扩大外资能够继续在中国投资嘛，然后一样。最重要的一场活动就在隔天10月5号主持之后，谁主持活动？就是日本的日产跟中国的东风汽车双方合资一家公司，准备要替中国出口汽车，所以他们宣布之后，这是日本的日产第一次在中国设立整车出口的公司哦，代表怎样？中国的制造业出海其实是要靠日本汽车的帮忙，对，没有日汽的帮忙，中国产业要出口其实还是缺一点力道了。所以10月6号之后，虽然高市那件事情发生，但是他有没有叫停这个案子？没有，演唱会可以停，
这个经济不能停，经济合作不能停。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个公文就知道他们多怕日企。如果日企拒绝的话，中国 AI 产业恐怕都垮了。这是台湾这几天最夯的一个新闻是，台塑集团跟日本的日东纺一起合作。那合作的是强联手。我们台湾最大的台塑集团竟然跟日本企业合作，那为什么？是因为 AI 迅速崛起，然后特殊玻璃纤维布需求大幅增加。那日东纺为什么要跟台塑合作？是因为日东纺产能实在没有办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合作下去之后，未来有20%的特殊的玻璃纤维布要由台塑集团的南亚来代工，甚至日东纺来保证我会稳定提供给南亚第2代的介电玻璃纱，就是非常高级的 AI 玻璃纱给台塑集团使用。那这代表什么？其实如果中国敢惩罚日本的话，它会连 AI 晶片都做不出来。为什么？这是日东纺做的产品啦，就是这个玻璃纱，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事实上70%到80%的 AI 玻璃 AI晶片要用的基板都要用这个东西做出来，80%都被日东纺给垄断了，你找不到第2家业者，所以你台积电的晶片做出来要做成 AI GPU， 最好的几乎100%都是这家公司，所以他敢去断日商吗？我敢在嘴巴说我要惩罚日本，可以实际上你敢去这个，所以世界上最薄的或最细的手机用的电路板也是由日东纺做出来的，所以。随便一家日本的材料，你连晶片跟玻璃纱其实都要靠日本。所以虽然年初虽然中国股市因为大涨，但是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百度因为发展 AI 大幅亏损，它发出文心一言嘛，竞争之下还是大幅亏损。结果它现在干嘛吗？中国 AI 发展到大幅裁员，从12月底前都要继续裁员，有些团队裁员的比例高达40%啊。非常严重中国 AI 发展到现在，但是他还是知道一件事情 ，AI 团队不能完全裁掉，还要往这个地方倾斜。那我们来算，百度这3年来裁员裁多少？2022年的时候4.13万，到去年还变3.59万，裁了5000人。接下来到年底还要继续裁员，因为亏钱在亏得太厉害了，因为 AI 真的还没有办法赚钱，然后市场竞争又非常的激烈，所以你要靠 AI 救中国经济。还是非常的困难了。这个中国统计局今天才刚公布的 PMI 的数字，代表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嘛，那工业生产指数可以看得出来，它制造业跟出口，结果它现在怎样吗？已经从今年的3月，已经连续8个月都在50以下，代表中国的生产的状况非常的糟糕。你只要在50以下，都叫生产低迷。它已经连续8个月了，这叫系统性风险整个国家制造业跟出口都在50以下，通通都在这里。来，我们看到这张有没有？今年以来，它完全整个国家的制造业非常的糟糕。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说进口博览会会这么依赖日商，说要出口汽车，靠日商出口汽车，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而且要靠 AI 晶片，也要靠日商。好，再来更惨的是，它现在经济内需的部分，我们知道内需要靠什么？靠房地产来拉动。结果彭博说，中国竟然做一件事情是很难想象。我们知道失业率已经完全盖牌了，竟然从11月开始，竟然要求中国的房地产信息集团跟中国指数研究院不要再公布房屋销售数据了，连房屋卖多少完全都盖牌了。哇塞！所以彭博就去问不想给所有人看了，不给，太难看了。但是你还可以花钱去买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你买了之后还是要保密。那为什么要保密？彭博就去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10月份的时候，10月份来看这个整个中国整个房地产销售的状况，一直都在往，就是这一张图10月份，然后嘞掉了48%，悬崖式的往下掉。整个中国其实从今年以来，它整个掉了非常的夸张，结果到10月掉了48%。彭博现在还说，如果11月公布的话，可能会吓坏大家，可能那个数字还会比这个更低。这边已经48了，还会再往下掉，所以干脆怎样？盖牌了，盖牌了，直接不讲了。所以出口很惨，内需很惨，那你还有办法跟日本打经济战吗？演戏就好，赶快去求日本说，你明年集团你可不可以来？还有更惨的是，你说真的在打仗了。好，瑞典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在今天也公布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哦，他就说，去年大家因为俄乌战争大发利市，只要做军火的集团，你知道整个销售金额$6790亿，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史上最高金额，也就是说去年只要做军火的全部都赚
赚翻了，因为军火需求太大，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啦，包括雷神啊，包括洛斯诺普啊。英国的贝移级系统，其实大家都大赚钱，结果有3个公司是往下掉。我来找3个公司啊，他觉得很异常啊。一个是波音公司，飞机没做好嘛，737不是最大问题啊。再来是2个都是中国公司，一个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个是中国航天集团，就是2个。好，那这2个集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是他的订单跟贪污的关系，整个订单跟合约都被取消，所以营业额减少，获利减少31%，是140亿美金哎。造坦克的中国兵器集团整个利润减少140亿美金，大幅贪污，大家把订单或合约都取消了。还有航天集团飞机也交不出来，那一大堆的贪腐。所以他讲很关键的事情哦，你真的要跟日本开干吗？除了经济上你打不赢之外，他说其实整个合约被取消延误也就算了，其实它影响是什么？中国军队现代化跟取得先进武力可能会充满着不确定跟难以实现，所以你的先进武器跟现代化都做不到，你拿什么跟日本来打？瑞德哥，现在中国到底还有什么底气？完全被日本这样掐着，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现在中国人民他也怒了，为什么怒了？这是一个在湖南的爆炸案件，这画面太吓人了。原来是一个这个烟火店爆炸，就一查下来不得了，他是用他的命去跟大家讲。我这边的贪官太坏了。那么这是来自于湖南郴州市啊。那么这个烟火店呢一个爆炸案，本来以为是一个建筑物里面存放烟火啊，所以造成的爆炸案，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原来这个竟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贪污啊。贪污欺压善良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呢求救无门，那么去申诉了以后还被秋后算账，所以他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引爆自己那么所这个经营的这个爆竹烟火店呐，那个爆炸的威力非常大啊，听说方圆3到5公里之内的建筑物都震了一下。刚刚看到那个是什么？看到的时候从1楼不是冒烟出来吗？先冒烟出来，然后有火光，然后突然间就砰的大爆炸。从这个大爆炸，事实上是从这个建筑物前面的一辆这个 BMW 的车子里面，那么他把这个炸药爆竹什么放在那个车子里面，引爆了以后，再往建筑物里同时整个引爆。那总共有3个人受伤，就包括这一位用死剑的这个老板他因为忍无可忍了，所以呢，他竟然在一边直播一边在数落这些人罪行的这个情况下，讲完了以后，竟然喝农药，竟然喝农药了以后呢，那警戒引爆，然后一连串整个大爆炸。他指控这个郴州市的北湖区的这个所谓的书记，那么向他多次要这个相关的爆竹烟火不给钱。然后呢，甚至于还要红包就不定期的要红包。然后这个郴州市的相关的管理局的这个科长也是一样，那么也是一样跟他拿这个爆竹烟火呢，然后不给钱，还跟他要红包，还有包括这个等于说派出所的现任的所长跟一些民警还多次跟他那么索取相关的这个保护费。然后也是一样拿了他的烟火的这些东西都不给钱，也太多人对，然后都跟他讨钱了吧？还有包括连城管他不给钱，还羞辱他。那么我问你啦，你那么多的单位，那么多人来讲，我生意要怎么做？对，虽然忍无可忍，你要怎么办呢？那么他甚至于还指控这个郴州市的这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利用职权呢作风不正，还甚至于养私生子养情妇等等来指控这些人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等于说这个烟火的这个相关的生意弄了一塌糊涂让他没有办法活下去，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去举报。我们大家都听过中共有个叫中纪委，有没有？中纪委纪委就是负责纪律这个等于说那么纪律这个侦查的，所以你跟中纪委检举理论上不是什么这个9个上将、中将都落马，然后呢什么副市长都落马，都因为贪污嘛。结果他去检举了以后，没想到他自己那被他检举的人没有受到这个处罚，反而那么这些被他检举的人消息走路全部来找他麻烦就对了，所以他没有路走了以后呢，他就做这个动作。我觉得里面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刚刚我们讲，他去检举都没有理他，就他死谏完之后，我们真的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竟然是什么？这是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发出来的。他说，现在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市
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单位，针对这个进行全面的核查，一旦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因为这把火真的烧起来了，因为这把火烧得太大了，这个爆炸太大了，不能轻忽嘛。你知道，那么在地方，在中共是这样，中共因为中国很大，所以呢，一旦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后呢，那么才会往上报。对，往上报到中南海去的话呢，习近平一问这怎么回事，哇不得了了，那就真正的中纪委就打下来了，那个棍子、那个棒子啊、铁锤就打下来以后，才会把这些人全部绳之以法嘛。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哦。那么少儿你要知道哦，在讲是说要这个扩大要追查干嘛嘛？他竟然说3个人轻伤，怎么可能轻伤啊？炸成那样跟我说轻伤。这个老板，我讲坦白，他还能够活下去，我都觉得非常的讶异了，怎么可能轻伤啊？不过这并不是最近不是最近发生的单一事件，因为在11月29号的时候呢，那么湖南的相关的建筑物也是从那个钢管架外面烧了这个等于说，那么里面还好是说，因为这是新建的建筑物，不像这个香港烧那么大。你看香港政府不是一开始说他们的这个外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棚架外面的这些沙呢都合格嘛，今天承认里面仿了这个等于说偷工减料的东西嘛，所以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伤害嘛。那事实上11月30号的时候呢，浙江的这个温岭市呢也是一样，那么鞋区的做鞋的工厂的大火，整个烧大火之外呢，同样一天在四川成都啊，也是直接在地铁的入口处也是发生大火啊。那12月1号的时候呢，直接在江苏南京啊，直接油罐车发生大爆炸。所以事实上呢，就在今天又大爆炸了。所以事实上，中国整个不平静，从香港开始一直到此起彼落，到处都是，不是火灾就是爆炸，就是一些人为的这个相关事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天灾人祸。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